男朋友在公司收了一个绿茶当小徒弟，他瞒着我把还没入住的婚房租给他，只收200块的租金。我发现后气懵了，小绿茶还一脸挑衅的看着我，大叔，这就是你那个要20万彩礼的未婚妻？男友没有反驳，只是宠溺地点了点他鼻尖，丫头，你又开始胡闹了。物业把欠费清单发给我的时候，我惊呆了。婚房装修后一直亮着没有入住，怎么可能会欠上万元的水电费？我又让物业复核了一遍。10分钟后，物业发来消息，确定欠费清单出自我未入住的婚房，让我最好去检查一下。我立马查看监控，发现当初安装的监控都离奇的断连了。下午处理完工作后，我就往婚房赶。到门口，我很自然的抬起手，准备使用指纹解锁。按了2次，耳边传来的都是解锁失败的提示音。我又输入当初设定的密码，嘟嘟2声，提示密码错误。大门的密码和指纹都是我亲自设定的，除了我之外，就只有我男朋友顾恒知道。想到这，我准备给顾恒打个电话。电话还没拨出去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你谁呀？鬼鬼祟祟的站在我家门口干嘛？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扎着高马尾，穿着一套 polo 连衣裙，稚嫩圆润的脸看起来像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她笃定的样子让我不确定的扭头又看了一眼门牌号，星湖别墅601。我非常确定这套别墅就是我买的婚房。我以为有什么误会，正准备询问的时候，她面色不耐的开始驱赶。滚呀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骂完，她还白了我一眼，嘀咕道，穷鬼样，看着就恶心。我顿时满脸怒容，还来不及回怼，震惊的一幕出现了。他使用指纹解锁，直接把我家的大门打开了。他准备关门的时候，我快速上前将身子挤了进去，一脸严肃的看向他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住在我的房子里？他双眼微睁，面露疑惑。你的房子？见我点头后，他突然捂嘴扑哧一笑，你穷疯了呀？碰瓷碰到别墅区来了。他高傲的仰起头，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。物业吗？601门口有一个疯女人，请你们立马来处理，不然这个月的物业费就别想要了。说完，他猛地一拉门，砰的一声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星湖别墅601是我去年买的房子，准备今年年底结婚当婚房用。装修好后，因为工作忙碌，我一直没有过来。平时清扫检查这些小事都是我男朋友顾恒在处理。我也没想到如此离奇的事情会发生到自己身上。有人莫名其妙住进了我的婚房，还欠了上万元的水电费。给物业发完消息后，我给顾恒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被直接挂断了。顾恒的消息立马弹了出来，只是短短2个字，开会。顾恒的性子向来如此，能说1个字就不会多说2个字。我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只好站在门口等物业。物业倒是没等到，等到了顾恒。我打量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顾恒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公司距离婚房最少半个小时车程，而他电话挂断不过5分钟。这就是他说的在开会吗？顾恒看到我的刹那间目光微闪，不过他调整得很快，语气平静地问我，可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狐疑地看向他，反问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面对我的质问，顾恒淡淡的回复，准备去开会，刚好路过这里，就来看看。很牵强的理由。我瞳孔一缩，看到了他手中提着的奶茶。我平时不喜欢喝奶茶，都是喝咖啡。顾恒也不喜欢，总说太甜蜜。我若有所思，所以奶茶是给别人买的。随后我指了指门，示意他开门。那就一起进去看看。他眼神一致，上前拉住了我的手臂。可心，我才想起来忘记带钥匙了，公司会议马上要开始了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看吧。他准备将我拉走时，我后退了一步，拉开了和他的距离。都不用他开门，大门突然就开了，甜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大叔，定位显示你在门口站了好久了，怎么一直不进来？你该不会是买错奶茶了，不敢回家吧？女人开门后直接忽视了我，跑到顾恒身边，亲昵地挽起了他的手臂。随后他嘟囔着嘴，娇嗔道，大叔，你都不知道刚刚家门口来了一个疯女人，人家都害怕死了，还好你回来了。听到这，顾恒有些着急地拉着他看了一圈。疯女人？没伤到你吧？下次遇到陌生人直接给物业打电话，你别出门。女人摆手撒娇，
放心啦，我把他骂走了。听见女人没事，顾恒大松了一口气。我站在一旁，脸色阴沉。所以顾恒和这个女人认识，而且关系还不一般。两人似乎真的忘记了我。我冷哼了一声，女人才总算看到了我。她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，叉着腰大骂：疯女人，你怎么还没走？非得要我报警是吧？我没有理会她，而是似笑非笑地看向顾恒。顾恒，我就是他口中的疯女人。顾恒有些懵，脸上出现一丝慌乱。他伸手拦住了准备报警的女人，立马表明了我的身份。丫头别闹，她是我未婚妻。女人听到我的身份后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有些吃惊的脱口而出：她是你未婚妻啊，要20万彩礼那个。她撇着嘴，看向我的眼神略带鄙夷。我表情顿时冷了下来。顾恒察觉到了，不痛不痒地点了点女人的鼻尖训斥：丫头，别乱说话。女人故作委屈的捂嘴，示意自己说错话了。顾恒转头看着我，脸色也平静了下来。可心，萌萌这小姑娘就是心直口快，他人单纯没什么心眼，你别生气。顾恒劝解的话语听起来还带着几分说教，我不禁有些吃惊，所以一贯冷漠的顾恒也会帮人解释了。顾恒是我大学的学长，当初是我主动追求的他。他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清冷学霸，我软磨硬泡很久才追到手。恋爱过程中，他态度不冷不热，我全当他是性格如此，他的很多直男行为我都没有太过计较。毕业后他工作也还不错，但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老家还有2个弟弟在读书，他大部分工资都往家里打。所以我和顾恒提出要结婚时，我爸妈不是很满意。家庭条件占一点因素，不过我爸妈提到最多的还是他的性格，说他脾气有些轻傲，以后有我苦头吃。我当时觉得脾气冷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以后不会有什么婚外情。父母也拗不过我态度强硬，只能表态，顾恒能拿多少彩礼，我家都出双倍的嫁妆。不是我家要20万的彩礼，是他顾恒只能凑到20万。我不禁思索这个女人和顾恒关系到底有多好，似乎我们之间的事她都知道。我审视的目光看向顾恒，挑了挑眉问道：不介绍一下吗？顾恒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。他是公司给我安排的小徒弟，叫赵萌，我和你说过的。顾恒介绍完后，赵萌生气的鼓着腮帮子嘟囔：大叔，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别在外人面前说我是你的小徒弟了。顾恒立马反应过来，语气略显无奈：好好好，你是我们公司超级无敌可爱美少女加天才设计师，行了吧？赵萌听完后，得意的扬了扬眉，很亲昵的接过顾恒手里的奶茶，嘟着嘴吸了一口。又是毫无边界感的一幕，我眉头紧了又紧。小徒弟，顾恒和我提到过，说他们公司新招了一批实习生，给他们老员工一人安排了一个徒弟。每次提到这个徒弟，顾恒表情都有些不爽。那段时间他变得格外话痨，几乎每天都在和我吐槽，说他带的徒弟又蠢又笨，做事鲁莽，说话更是无厘头，都不知道怎么拿到的毕业证，给他增加了不少工作量。我当时还安慰他，新人刚出社会，多锻炼一下就好。他只是一味的皱眉，没有说话。如今看来，顾恒也没有他说的那么讨厌这个徒弟。现在我不禁关心两人到底是何种关系，还迫切的想知道为什么我设定的密码和指纹都被改了。赵萌又为什么能轻易进出我的新房？为了确认赵萌是不是住进了别墅，我没有理会二人，径直走向大门。才踏进门口，背后就传来赵萌的尖叫声。啊，你干嘛？你别进去！赵萌的尖叫声让我愣在原地，他大步朝我走来，表情十分不悦。我面露疑惑的看着他，他尖声道：你有没有教养呀？怎么能穿着高跟鞋就走进去了？我一时没能理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我回自己的家和教养能扯上什么关系？面对我的不解，他扬起下巴指向地板，这个可是进口的高端木质地板，可贵了。你穿的高跟鞋会把地板刮花的，你把高跟鞋脱了，穿鞋套进去。说完他小声喃喃了一句，土包子，不识货。听完我都快气笑了。当初这个新房装修，我有问过顾恒的意见，他说工作太忙就没有参与。整个房子的装修都是我一个人把控的，全屋都是高端定制，包括地板也是我亲自选的，他现在居然在我面前装上了。最让我觉得无语的是，他命令我穿鞋套才能进去。有没有搞错？这是我买的房子。顾恒没有掏一分钱，我凭什么要看他脸色？
我深吸一口气，露出标准一笑看着他。你有病吗？什么？他懵了。我脸色一变，冷哼一声。这是我家，就算我把地板拆了，也是全凭我心情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穿鞋套进去啊？还有，你嘴巴最好放干净一点，要说什么就摆在明面上，别搞阴阳怪气那一套，真是蠢人多作怪。赵萌傻愣在原地，抬眸时他泪眼朦胧，求助般看向顾恒。顾恒整个人下意识地护住了赵萌。可心，萌萌胆子小，你别凶他。顾恒皱眉的微表情，我可太了解，这是他不开心的表现。我没有说话，他继续帮赵萌解释。你可能误会萌萌的意思了，他只是怕地板被刮花了，也是为了我们好。见我表情冷漠，顾恒无奈的叹了一口气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语气软了几分。可心，你别小心眼了，穿鞋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再说了，你肯定也不想我们的新家有瑕疵，对吧？来，我来帮你穿吧。说完，他看向赵萌吩咐道，萌萌你多拿一个鞋套给我，我也穿。赵萌满脸单纯的眨巴着他的大眼，扑哧笑出了声。大叔，这是你家，你穿什么鞋套？而且我之前给你买了拖鞋呀，你真是大笨蛋，又忘记了。赵萌立马就从鞋柜里拿出了一双男士拖鞋。我低头看向赵萌的拖鞋，上面印着的是乖乖兔的涂鸦，而他手上的那双拖鞋上印着小狐狸。两双拖鞋款式一样，很明显是情侣款。若是不知情的人来看，还以为赵萌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而我只是个拜访要穿鞋套的客人。顿时一股怒气直冲我的天灵盖，这和以往的生气都不一样。顾恒平时不冷不热，我全当是他性格如此，如今他犯的是原则性的错误，我的心也被一盆冷水浇得透凉。顾恒似乎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，他拉开了和赵萌的距离，随后走到我面前，温声哄道，可心别生气了，我来帮你穿。他蹲下的那一刻，我也听话的抬脚。顾恒下意识松了一口气，下一秒，我一脚狠狠将他踹翻在地。顾恒，我看你脑子也有病。踹完后，我快步进屋，屋里的现状让我怒气飙升。本来干干净净的新房，已经有明显的居住痕迹了。鞋柜里有拖鞋，沙发上有外套，厨房还有一池没洗的碗。我精心设计的主卧被人换上粉色的4件套，化妆台上廉价的不知名的护肤品，还有衣帽间堆得乱七八糟的衣服。我紧紧握着拳头。好啊，我花了近100万装修的婚房，如今连乔迁仪式都没有办，就被人弄成了狗窝，乱七八糟。我转头看向顾恒，指着赵萌，语气冰冷。他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？顾恒面色难看的从地上爬起，也许是见我真的生气了，他收敛了自己的情绪，对着我解释。可惜你冷静一点，萌萌她刚大学毕业，找不到地方住，她只是暂时住在这里，很快就会搬走的。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气，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心肠那么好呀？顾恒，这是我们的婚房，你让一个陌生人搬进来住了那么久，都没有和我提过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和顾恒之间，我永远都是扮演讨好的角色，但前提是我们的问题只是生活中的小摩擦。如今出现了另外一个人，我不认为这是可以平静解决的问题。第一次见我发那么大的火。顾恒面色有些慌乱，倒是赵萌一脸无畏的看向我，语气不屑。你有必要说话那么冲吗？大叔是你未来老公，你在外人面前这样羞辱他，就没有考虑过他的面子吗？说着，赵萌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对着我阴阳怪气的说道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和大叔有什么吧？拜托，大姐，我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，大好前途不要，跑来当小三，简直不要太搞笑。他大姐2字咬得极重，语气尽是嘲讽和不屑。我面不改色的回怼，你想不想当小三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住了我的房子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赵萌听了我说的话后笑出了声，什么你的房子呀，你们婚都没结，房子就是你的了？大姐你也太能捐了吧。我懵了，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赵萌觉得房子是顾恒买的，我正准备问清楚，顾恒厉声开口打断，够了。我以为是顾恒觉得赵萌说话过分了，所以想阻止这场闹剧，可是他隐忍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最终带着怒气的嗓音传到我耳边，林可心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但是你有必要这样对一个小姑娘吗？你能不能收起你那些龌龊的想法？我都说了，萌萌过几天就会搬走，你连这几天都忍不了吗？
我和赵萌清清白白，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们都要结婚了，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？一连几个质问，就好像是我在无理取闹，而我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只剩心寒。我的房子被人糟蹋了，现在变成我龌龊，我无理取闹了。我冷哼了一声，随后指着阳台说道：清清白白，清清白白，你们的内裤都是情侣款。阳台上挂着的，除了一条豹纹女士内裤外，还有一条豹纹男士内裤。或许是因为粉色过于扎眼，所以我进门一眼就注意到了。顾恒心虚的不敢看我，赵萌却大笑出声：不是，大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大脑裹小脚了呀？我是觉得这个牌子的内裤穿起来挺舒服的，所以给大叔也送了一套，这能说明什么？我没生气，只是笑着回怼：好啊，你给我一个地址，我给你全家买豹纹内裤，让你爸，让你爷，让你全家都穿上豹纹内裤。赵萌吃瘪，刚想发作，物业就赶来了。业主你好，接到消息说601门口有陌生人，请问人在什么地方？赵萌又开始表演他的茶言茶语。早知道不找物业了，我应该找精神病院来收一下这个更年期的大姐。虽小声，在场的人都能听见。他还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。顾恒故作生气地瞪了他一眼，警告他不准乱说。但在我看来，就像小情侣之间的调情。顾恒上前和物业交涉道：是误会，已经解决好了，麻烦你们了。物业表示明白后，又递了一张单子给顾恒，语气委婉地说道：这是601的水电费欠费单，总共10076元，已经4个月没交了，您看今天处理一下吧。顾恒听到金额后有点意外，他拿起单子核对，看完后像是想到什么，眉头一松。他把单子还给物业，指着我说道：他是户主，你把单子给他吧。物业把单子递给了我，我一笑，接过单子，随后将单子狠狠地扇在顾恒脸上。你也知道我是户主，软饭吃得明白吗你？在场的人都吓呆了，谁也没想到我会再次直接动手。顾恒捂着脸，脸色阴沉。反应最大的是赵萌，他上前查看了顾恒的伤势，随后转头对着我破口大骂：老女人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别以为我刚刚和你客气是怕你，你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动手打人？我们可以告你的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看你就是更年期提前了，自己不被爱就开始作天作地，真是愚蠢又可悲。他叽里咕噜一大堆，对我毫无伤害。我走过去，狠狠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他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神有些呆滞。我揉了揉手腕，你别急呀，我又不是只打他，我连你一起打。什么叫被爱？只有弱智才祈求被爱，你才是最可悲的，像狗一样每天祈求被爱。赵萌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他整个人开始疯狂地冲向我，被顾恒拦了下来。顾恒看向我的眼神十分冰冷。林可欣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白了他一眼。顾恒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笑死我了，你都把情人都养到家里来了，水电费还交不起啊。动静闹得很大，除了物业，也围观了不少吃瓜群众。听到我这番话后，他们表情皆是震惊，开始议论起来。啊，这女的是小三呀，我还以为他们是情侣呢。这男的几乎天天都来呀，好几次我们在超市里撞到他们呢。真够离谱的，养小三养到婚房，被正牌发现了。顾恒被注视得面红耳赤，有些失控的解释：你们都不知其缘由，都在瞎说什么呢？我和她只是同事关系，她只是一个小女生，你们有必要说这些难听的话吗？你们家里就没有女儿，没有弟弟妹妹吗？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冷漠无情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顾恒失控的模样，可能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。记得上次我和他一起吃饭，厨师有一道菜做咸了，我本意只是和老板提了一句，顾恒却觉得我丢脸，冷漠的快步离开了。事后我质问他什么意思，他说要是觉得不好吃，我们下次不吃就好了，没必要说出来，搞得大家都尴尬。这件事我生气了好久，他也和我保证下次一定无条件的维护我。不过现在他却失控的在维护别人。此刻我清晰的意识到这个男人太可怕了，我要断，必须断得干干净净。围观的群众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，不过也有不怕事的邻居。哎呦呦，我活那么几十年了，我的眼睛就是尺，你们每天都在小区里卿卿我的，谁看不见呀？现在又来立什么牌坊？可不是吗？当时我们以为你们是情侣就不多说了，谁知道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女的还小女生呢，上次我孙子不小心撞到她，
我们已经拼命道歉了，赔了2000块钱不说，还闹到我孙子学校去了。顾恒根本不是这些大姨大妈的对手，他气红温了。谁知他把矛头转移到了我身上，指向我的手指都在颤抖。林可欣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都说了是误会，你还嫌不够丢脸吗？赵萌也带着哭腔看着我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？你能不能不要针对大叔了？大叔为了和你结婚，每天拼命的工作赚钱，而你不珍惜就算了，还要让他如此难堪。我已经认错了，也和你解释了，我和大叔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他只是看我可怜租不到房子，才让我暂时住到这里的。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和大叔？我给你跪下行了吧？我笑道，好啊，你跪下吧。顾恒听到我的话后，握着拳，额头布满青筋。林可欣，你不要太过分。物业小姐姐突然上前，温声道，美女，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您尽管开口。我没有理会顾恒，看向物业说道，我要报警，麻烦你们协助一下。物业顿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立马就安排人去处理。听到我要报警，顾恒明显急了，他快步上前拉住了我的手，对着我怒声吼道，我都说了，不要闹了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就不能相信我吗？林可欣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用力甩开了他的手，厉声回道，顾恒，我没和你闹，这件事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顾恒本还想说什么，被赵萌打断了。大叔，你别惯着他，让他报，他动手打人了，我倒要看看警察是抓他还是抓我。而且我租房是签了合同，付了房租的，我怕什么？顾恒低垂的眼眸闪过一道金光。赵萌提到出租房合同的时候，我觉得无比可笑。这个房子的户主是我从始至终都不知道房屋被租出去了，他和顾恒签的租房合同根本没什么作用。可当我看到合同最后落款的名字是我的签名时，我呼吸一顿。物业和我再三确认是不是我本人的签名。我沉默了。落款的名字是我亲笔签的，但是我没有任何印象自己签过租赁合同。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顾恒找我签过几张空白的 A4 纸，他说我工作很忙，物业那边总要找户主签资料，让我先签几张给他，免得到时候急用。我和顾恒都是准备结婚了，自然是100%地信任他。我转头看向顾恒的时候，他心虚的不敢看我，所以名字是我本人签的，但是合同是他套打的。他早就算计好了，算计有一天会被我发现，然后他也能有退路，全身而退。物业又翻了一下合同，嘀咕道，200块钱1个月。我们这个小区的房租最低都不止2万，林小姐，你们是不是签错合同了？我知道物业是故意提醒我的。赵萌立马反驳，关你什么事呀？你就一个服务员，管那么多干嘛？合同签的是200块钱就是200块钱，合同已经签了，可欣姐你不会想耍赖吧？我盯着他看了一会，赵萌眼神有些飘忽，不敢与我对视。我冷笑道，我当然不会耍赖。物业好心提醒道，林小姐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如今情况对你很不利，你还要报警吗？我低声道，报啊，我报警就不处理租赁纠纷了，让警察帮我退婚吧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，我们一众人都移步到了调解室。调解室内，顾恒的脸更黑了。可欣，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发善心吗？怎么到了萌萌这里你就过不去了？我都说了，萌萌很快就会搬走的，你就当是做好事，放过他行不行？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说出了我的诉求。警察同志，我今天报警主要是想让你们帮我退个婚，本不该麻烦你们的，但是涉及到20万的彩礼钱，我想着最好由你们来帮我做见证。听清我说的话后，顾恒红了眼，他紧紧捏着拳头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林可欣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一字一句地说道，顾恒，我要和你退婚。赵萌的欣喜都快溢出眼眶了。随后他上前对着顾恒劝解道，大叔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好不好？看见你难受，我很心疼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说可欣姐就像狗一样很爱你吗？可能他只是气头上而已。所以是顾恒和他说我像狗一样。我不认为喜欢一个人，并且愿意为他付出，就是狗。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万根针。而顾恒似乎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，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些轻蔑。或许他一定以为我会低头吧，但这次绝对不可能。在警察的见证下，我把当初顾恒给我的银行卡拿了出来，当场查验了余额，确定里面的金额一分不少，连同退婚书一起交到了顾恒手上。在我干脆利落的签下名字的递给他的时候，他接过的手都在颤抖。他知道我的性格，
这次我认真了。可心，我错了，能不能不退婚？我抬头看向他的时候，早已泪流满面。你以为我想吗？顾恒，你扪心自问自己是怎么对我的？你知道为了和你结婚我做了多大的努力？你知道那个婚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一声不吭就租给别人了，还让骗我签下了租赁合同。顾恒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爱你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欺骗我？顾恒扶着我的肩，拼命摇头，不是的，我只是可怜他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，可惜我们不退婚好不好？我心里已经被恶心坏了。顾恒可真贪心，要享受白拿的快感，也要享受偷的刺激。我低声道，我心里过不了这个坎，我那么信任你，你骗我签了合同，如果是正常租金就算了，但是你只收了200块钱，这让我很难不怀疑你们之间的关系。我话里的暗示很明显了，顾恒立马接话，可心，我们重新补合同，重新计算租金好不好？我保证这次全听你的。我没有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赵萌发现情况不对，想说什么，但是这次顾恒没有心情理会他，而且借了电脑快速理出一份租赁合同。物业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租赁均价，15000。大叔，我拿不出那么多钱。赵萌委屈的捏着合同，看向顾恒，楚楚可怜。顾恒听到这个价格也有些吃惊，毕竟他的工资也才2万出头。顾恒抿了抿嘴唇，似乎想说什么话，但看向我布满泪痕的眼神，最终没有开口。作为他贴心的未婚妻，我自然要帮他一下。我把签好字的合同递到他面前。顾恒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台阶，我在乎的一直是你这个人，从来不是什么彩礼和租金。听到我的话后，顾恒带着商量的看着我，可心，萌萌他一个实习生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先帮他付一点可以吗？我贤惠一笑，当然可以啦，毕竟他是你带的徒弟吗？实际上，我内心无语，只要钱转到我手上，我管是谁的钱。合同签完字后，当场就进行了备案。赵萌出了1万，其余的房租和水电费，顾恒备注好了明细，一并转到了我的卡上。收到钱后，我心中一喜，人嘛总不能一直傻，吃亏了，总要想着如何把亏损最小化。我看着赵萌和顾恒笑道，还有3天房租就到期喽，到时候我会来收房，还请2位收拾好自己的东西。好心提醒一句，我屋子里的家具家电都挺贵的，如果被恶意损坏，我绝对会要求赔偿。顾恒似乎没有反应过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也懒得兜圈子，开门见山的对着他说道，婚已经退了，彩礼钱我也还给你了，后面我会发动态公开，也希望你配合一下。顾恒额间布满青筋，眼中布满怒火，林可心，你耍我？我捂嘴一笑，就耍你，那咋了？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和警察说了谢谢，大步走向门口。背后传来顾恒低沉的声音，林可心，你会后悔的，你最好不要来求我。后悔？我这次绝不后悔。我走得十分决绝。我没想到赵萌会追上来，他双手张开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赵萌故作得看着我，本来我是不屑于做小三的，但是我觉得你配不上大叔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和你宣战，我一定会把大叔抢回来的。我此刻的眼神宛如在看一个智障。我推开了他，厉声道，有病就去治，我家又不是开废品站的，我和你抢什么垃圾？回到家后，我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。这一天过得好像很漫长，很多信息冲击着我的大脑，让我整个人非常疲倦。和顾恒这些年的感情就像走马灯一样，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果断的结束一段错误的关系，也是成年人的必修课。我昏昏沉沉睡到了第2天，打开手机发现顾恒给我发了很多消息，也打了很多电话。我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，先和爸妈解释了缘由，又在朋友圈发了动态。因为是同一个大学，所以好多共同的朋友都来问怎么回事。我不想成为他们口中的八卦，也不想成为谈论的小丑，都敷衍过去了。3天后，我的状态也调整的差不多了，正好到了收房的时间点，我可以去收回我的房子了。我到的时候是顾恒开的门，看见我时，顾恒下意识的想关门，我立马拦住了他的动作，我是来收房子的。听到我的声音后，赵萌立马从卧室走了出来，他穿着吊带蕾丝睡衣，白皙的脖颈上有很明显的吻痕，好像是怕我看不见一样，他故意撩了撩头发，露出更多的痕迹。我心中自然明白2人已经搞在一起了。赵萌扭捏的挂在顾恒身上，娇嗔道，
老公，你前女友找上门，怎么不和我说啊？顾恒有些局促的拉开了和他的距离。我无所谓的笑道，我这位置的房租可涨价了，2.5万一个月呢，也不知道你们还要不要续租呀？赵萌得意的仰头，不就2.5万吗？又不是给不起。我捂嘴一笑，我这边是1年租呢，还要交押金，总共35万，你们看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听完我的话后，赵萌也不装了，立马破了相。林可欣，这个房子是你和大叔一起买的，你凭什么收租金？我挑眉一笑，看向顾恒，哟，这房子还是你买的？当初可是我付的全款，在我的名下呢，我怎么不记得你出钱了？顾恒有些破防了，可欣，你真的要撕破脸，让大家都难堪吗？我立马变了脸色，严肃道，昨天是合同的最后一天，我已经大发慈悲了，今天才来收房，如果你们还是不走，那我就动用武力喽。我请的10个工人已经戴好手套，蓄势待发。阵仗太大，赵萌和顾恒也有些怕了，只好收拾东西走人。顾恒走时看着我欲言又止，赵萌发现了端倪，生怕我会抢走他一样，立马将人拉走了。让工人把房子清扫一遍后，我找了中介，把房子挂在平台上。这一段时间，顾恒想方设法的联系我，和我道歉，我都明确拒绝了，如果他再骚扰，我会报警处理。纠缠了几天，他没再找我了，据说是和赵萌订婚了。或许是经历了这一遭，我觉得自己不再执着于虚无缥缈的感情，而是立身于自己的事业。3个月后，我带着买家看房子的时候，在小区里见到了赵萌和顾恒，两人的争吵声划破天际。顾恒，你前女友要20万彩礼你就给，我要你就说没钱，你什么意思？顾恒也不似当初的体面，如今他面容憔悴，衣衫邋遢。朋友和我提过他，顾恒下半年本是要升经理的，据说因为赵萌得罪了一个客户。说来滑稽，饭桌上那个客户本身就有点近视，也不知道怎么被赵萌诬陷说客户对自己图谋不轨，当场就给客户一耳光。顾恒喝了一点酒，也没有弄清缘由，就直接对客户动了手。这次殴打客户事件在业内传得沸沸扬扬，顾恒和赵萌被公司辞退了。赵萌，当初你可不是这样的，你说你从来不在乎这些，只在乎我这个人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说想住星湖别墅，房租水电2万一个月，我给了，你说想要订婚，我也马上办了，我为你丢了工作，还为了你。他顿住了，没再继续说下去。赵萌冷笑道，还抛弃了相爱多年的前女友对吧？顾恒，我实话和你说了，当初要不是你工作体面，有星湖的房子，我压根就看不上你，谁知道你就是一个没什么本事还装清高的软饭男。赵萌如今哪里还有当初的温柔小意？他嫌弃的看着顾恒，你说你现在有什么？没车，没房，没钱，没工作，就连20万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我们好聚好散。说完，赵萌提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顾恒跌坐在地上，双目空洞。他抬头的瞬间，和我四目相对，此时的他狼狈至极。他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我没有给他搭话的机会，转身就走。他的种种已经与我毫无瓜葛。买家突然问道，林小姐认识他吗？我回过神来笑道，不认识，就觉得他们挺搞笑。买家也跟着笑了。林小姐，这套房子我们都还蛮喜欢的，按你说的价格，你看今天能签合同吗？我猛地点头。那一刻，光透过裂缝洒在了我的身上。这是我扔掉的最后一件和过去相关的东西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人生只会蒸蒸日上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